那日宫宴太过凶险，好在姐姐有防范，最后所查之事也算顺利。出乎意料的顺利。姐姐，只是那个人是长公主，恐怕以后更加难了吧？我本来以为面圣会是我的一次机会，挑破一层帘幕，让他早来见我。可我未曾想过，竟是殿下。才一声令下，无人敢不从。姐姐，你不会同情的沈玉容了吧？杀妻本就是一件罪不容诛的事情。同情？他不配。姐姐，那我们日后打算怎么做呀？娘子，主君让二娘子去一趟晚凤堂，说是有事要问。姐姐，这个时候来传话，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反咬一口的人醒了。离儿，昨日在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回父亲，昨日离儿喝多了，不知父亲想问何事？你少装蒜，江玉娥和周彦邦的事情，你说清楚。三妹想问此事。昨日我被四妹灌了很多酒，有些醉了，四妹便扶我去附近的房间休息。周公子和四妹的事，我也是今日醒后才听说的。你胡说！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若不是你暗中搞鬼，四妹怎么可能刚好进入周彦邦那屋？怕是你暗中谋划，故意把四妹引到那儿的。对，我是进去之后才知道周公子在里面的。说来也巧了，四妹扶我进房间休息后，不过片刻，另一个人也在内官的引路下进了我的房间。三妹可知此人是谁？我怎么可能知道？是叶世杰。他也是饮多了酒，想要找地方休息，可不知为何会被人带到我的房间。不过幸好，我们二人虽然酒醉，却也知道男女有别，同在一屋，于理不合，随后便分别出去了。对了，我还听说了一件趣事：三妹推开周公子所在房间的大门时，还未曾见到人，便开口喊了一声“二姐”，此事又是为何呀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当日跟你同行的几个学子可都听到此话了，三妹怎么突然不承认了呢？其实情急之下喊错人是很正常的，三妹不用这么紧张。父亲，我进屋后不过半盏茶的功夫，叶世杰就进来了。随后我们各自分别回席，叶世杰可以证明我没有时间把四妹送到周公子的房间。叶世杰是你表兄，自然是向着你说话，说不定是你们串通一气。我倒是把你忘了，你说是我把你送到了周公子的房间，可他欲对你行不轨的时候，你为何不喊救啊？宫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你若是一直喊救，事情未必会闹到如今的模样。那是因为如果我出了声，被人撞破，怕是会影响三姐和周公子的名声。三妹，感动吗？四妹可是宁可毁了自己的清誉，也要护你和周公子的名声呢。你们两个可真是姐妹情深啊！离儿，你就别再刺激你妹妹了。出了这种事情，她心里比谁都难受。我也替妹妹难受，可未曾想到这一切的脏水泼到了离儿身上。女儿为自己辩驳几句，都不行吗？你不要再狡辩了，明明就是你泼我们脏水。
说不定叶世杰在岁逝时就和你暗通款曲，所以你才把他当挡箭牌。你可以不信叶世杰，总不能不信肃国公吧？有他什么事？回父亲，因为是四妹将我送到了房间。离儿离开时并不知道回去的路，恰巧碰到了肃国公，是肃国公将女儿送回了前殿。父亲想好好为三妹讨个公道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把我推了出去是小，若旁人知道我们江家姐妹不和，无凭无据便可重伤彼此，也不知会生出何等险恶居心，还望父亲三思。江离，你少装蒜！若瑶，国父明察呀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的命好苦啊！伯父，我这辈子该怎么办？我女儿以后该怎么办？够了！此等家丑，你们有何脸面争吵？传扬出去，让人知道一族姐妹互泼脏水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？木已成舟，是非对错有这么重要吗？你们就不想想，四丫头现在被毁了容，这今后怎么办？三丫头她未婚夫做出这种事，这以后怎么办？母亲责备的是，孩儿处置不当，我这就和三弟三妹商量如何解决此事。你们出去商量，不要在这里吵我。是。二丫头，你留下来。玉娥和周公子之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祖母最疼爱离儿，离儿不会瞒祖母。昨晚，周彦邦给了我一张小纸条，我不予理会，又恐旁人知晓，离儿便收在了身上。想着宫宴结束了再做处理，直到我听说四妹和周公子的事，才发现离儿身上的纸条不知何时消失了。还真是不知轻重的丫头。起来，你可知错？离儿应该藏好纸条。此事与你无关，我说的是你的错处。祖母，忘了祖母怎么跟你说的？祖母告诉我，在宫里要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姐妹，遇到任何事，不能自己心里委屈，要回来告诉祖母。你是怎么做的呢？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只能让人先一步提盆，泼得你满身脏水，事后再来澄清，再和那个泼水的人好一通你死我活。偏偏又都是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到头来这委屈你还得咽下去。祖母，你是不是还信不过我这个祖母？离儿不敢。以后不管什么事，你都可以告诉祖母，我不是那种是非不分之人。不过这事儿不能不罚，罚你回去抄佛经10遍，三丫头、四丫头那边也罚他们抄女戒20遍。离儿认罚。爹，你为什么让我娶江玉娥？她什么身份？她怎么配得上我？怎么，你现在心里还想着要娶那个江若瑶是吗？爹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去给若瑶道歉，她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原谅你？爹，居然闯下如此大祸，大难临头了，你到现在还不醒醒？你以为你真的能娶那江若瑶吗？你好好看看，江家的退婚书都发到咱们府上了。江玉娥虽然是庶子之女，可事到如今，倘若她身子没个着落，